最近啊，收到一些粉丝伙伴们的反馈，说咱们现在新家这个厨房啊，有点太小，看着总是很压抑，一点都不得劲，还不如以前那个老院子的厨房来的香。咱听劝，花136个小时在户外搭一个连体式柴火灶。第一个，咱们还是先从选址开始。咱家2个大花园我都看过了，它风景很漂亮，缺点就是12个小时都是顶着大太阳的，在那边做饭可能会要命。然后就是朴树下面，它有个大树可以遮阴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过道，它会显得格格不入。看来看去，我觉得还是在这一片空地最合适。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再建一个面包窑，然后平常那个可以烤面包，这个可以烤这种熟食，把它区分开嘛。那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它跟咱们的生活区连得很近，往前走一步就是咱们家中，背靠花园，远眺青山啊，周围还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，地势还是长条形的，风是直接直通的。非常的合适。前院啊是室内厨房，后院就是户外厨房，一内一外都在生活区的前后包裹，想象的非常美好。说干就干，今天请了2个帮手啊。阿兵哥，还有叔叔，还有一群小工，想搭好一个灶啊，也确实不容易。把这个横向、纵向给定好，然后就画一个圈。你要会设计，也要会施工，这些都要去研究跟学习。这个其实就有点类似圆规的一个原理。灶搭得好呢，你烧起来的一个锅啊，它就热，炒起来菜就香；搭得不好，那个烟乱飞，火也不集中。所以就很头疼。我想做一个圆筒式的大灶的话，90×90，抱着这个小灶是70×70，大的来炒菜，小的来炖汤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灶底，这样子有个台子，它到时候清理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有一句话叫做“因为有个好厨房，所以爱上了做饭”，但是不会搭灶的厨子不是好厨子，虽然会有点三小猫。底座是用黑水泥，整个墙体的话是要用白水泥来砌，这样子搭起来会比较美观。每一块砖你都得铺得严丝合缝，烟道的直通性也要好，确保咱们这个烟啊可以从烟囱排出。除了连体式柴火灶，我还想再做个岛台，台下面的话设计了一个保温区，这个就是咱们保温室的一条烟道，从第一个炉火烧起来之后，通到第2个炉，然后最后的余温走到了这个保温室，放炒完的菜那一些就不会凉掉了。今天就暂时先建到这了，第2天把剩下没搭完的给它搞定。这个是以前那个猪吃饭的猪槽嘛，选一个来给它做那个洗手池。这个地方到时候给它挖一个洞，然后水就可以从这里排出去。来，差不多。快点，记得对焦啊！结果找了那个也真的古香古色起来了。对，一下就好看了啊。桌面的材质我想了很多种方案，要么就是直接用水泥砌起来的，但是感觉又没有质感啊。后来想说，不然就砌个红砖，然后一样是勾一些白缝。但是砖面的话，它颗粒感很强，而且在考虑到，比如说我们在砍东西的时候，它会直接裂开，也不行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用老门板吧，复古的纹理，再加上咱们这个红砖啊，整个风格它就会非常的田园感。木质它可以起到一些缓冲力的作用，比如说我们砍什么它也不会断裂。清洗完之后的话，复古的纹理保留住了，然后脏东西就洗掉了。你看这么漂亮。咱们量好尺寸，然后直接整个板给它跨到灶台上面去。OK， 柴火灶的面直接涂成白色的，这样子基本上就完整了。咱们开始来做窑炉了。窑炉用的材料比较不一样，它得选择这种防火砖，主要的特点就是耐烧嘛，还有密度高，防开裂，可以保温。因为窑炉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把这个砖头给烧热，通过这个热气把食物给烤熟。所以啊，你得选用这种砖。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基砖，可能烧几天就裂开了。这个防火砖的价格一个就是普通砖头的将近10倍，很贵的。当然，除了防火砖还是不够的，你要用到的还有防火的水泥、防火的沙、防火的土，这几个都是缺一不可的。因为在极度的高温底下呀，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窑炉的质量，搭一次可以用至少用到老吧，不敢说用到老，用个10几年可以吧。缝隙的话都要堵上这个耐火沙土。用小块的砖，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慢慢的浮上去，每一层都往里面缩一点点，慢慢往上垒的时候，它就会成为一个弧形。这一次一定要把温度计放上去，第一颗窑炉的时候没有放，很难评判它温度到底有多高。
这样子整个窑炉的话，基本上就完工了。坐下来有点工业风，本来是想做比较趴的，结果搭着搭着它就高起来了，挺像那个招陶瓷的那种窑炉。整个表面基本上是已经干了，但是它的内部还是远远不够的，要保证它整个密度嘛，所以说我们得先自然风干3天。耐火材料跟我们水泥材料不一样，它会慢慢自己收缩。太快了，它会裂开，马上裂开。以前我们茶里的锅炉啊，都是用这种材料去做的。等到第3天之后的话，得用小火去进行一个开炉，连续烧个24小时，让内部的一些土质结构更加的牢固。这个窑炉门啊，有80斤，哎呀，对，密封度肯定是杠杠的。可以。目前看来测试还挺成功的。烟囱正常出烟，然后前体没有看到哪一处在冒烟的，温度表也有正常在上升。本来最开始是想搭一个连体式柴火灶的，结果整出了一个室外厨房，剩下的就是来填补细节了。像咱们的灶台啊，这个桌面可能要上一些漆，我们就用这种哑光漆，接着就是布置一些花花草草。我真的是对绣球花情有独钟。这个是圆锥绣球，这个是无尽夏。我们种高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好看。加土，还有就是弄一些灯光啊、水电啊，这样子下来的话，整个户外厨房就很一体式了。这一边不断有热气涌上来，50-60度刚刚好。新灶新锅开用之前啊，都得用这个稻谷下去里面爆一爆，意味着就是五谷丰登啊，蒸蒸日上。哇！你帮我放一个啊！好，想象中的美好，终于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。这里啊，此刻也有了新的烟火气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不过那机打跟手打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，手打算你另外价钱，机打又不是这个价格。那你还是算我机打价格？不算你钱，算你钱能算到你破产。我来，这唔知天地几简单。来啊！承认我刚刚说话有点大吗？少说话啊！这个水温的话不能全开，差不多70-80度吧。咱们把这个丸子放进去。OK 啦。哇，3分喷的。鸡蛋，再焖个20分钟就可以开火。好圆啊！圆。阿刚拍到技术，辛苦嘞！来，给我来一个板凳啊 ！OK。哇哦！哇，这样子在路边见过哎。也给你来个板凳哈。你也吃上了。哎呀，完全不像食堂那么陡的。哦。这个是正宗的牛肉样呢。你这个有点类似以前那种老人家嘛，坐在那种巷子里面，然后边吃东西边3分。